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每天早餐煮个鸡蛋，简单又营养。可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？蛋壳包得坑坑洼洼，蛋白粘在壳上扯不下来，蛋黄干巴巴噎嗓子。很多人煮蛋失败，就败在这一步，冷水直接下锅。今天分享5星级保姆的煮蛋方法。鸡蛋先别急着下锅煮，洗蛋这一步就藏着玄机。买到的鸡蛋表面多少沾着鸡粪、灰尘，甚至可能有细菌。直接煮的话，这些脏东西可能渗进蛋壳小孔里，吃着不放心。所以洗蛋时别随便冲2下，拿个碗接清水，撒1勺盐进去，把鸡蛋泡3分钟。盐能杀菌，还能软化蛋壳表面的污垢。泡完再用手轻轻搓洗，蛋壳摸起来滑溜溜的，干净多了。冷水下锅真的好吗？为什么很多人煮出来的鸡蛋蛋白硬得像橡皮筋，蛋黄粉得像沙子？是不是火候没掌握好，时间不对？问题可能就出在你一开始的冷水下锅。煮鸡蛋看似简单，其实蕴藏着科学原理和身体健康的密码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热水下锅，精准控时，把鸡蛋轻轻放入沸腾的热水中，然后定时煮7到9分钟，再迅速捞出，放进冷水中浸一下。煮蛋时往水里加1勺白醋，这是关键。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醋酸和碳酸钙一反应，会生成能溶解的物质，蛋壳和蛋清之间就悄悄松了劲。煮好后剥壳，轻轻一磕，壳就顺着裂缝滑下来，完全不沾蛋白。这个过程叫热胀冷缩，能让蛋白迅速定型，蛋黄凝固刚刚好，吃起来 Q 弹不腻，内部结构也更完整。为什么热水下锅反而不容易裂？这就得说到蛋壳和蛋膜的反应机制。热水能让蛋白迅速凝固，形成一道保护墙，让内部压力不至于过大，而蛋膜在高温下会迅速收紧，牢牢贴住蛋壳，从而减少破裂的几率。这种方式还能避免蛋黄过熟而变黑，降低硫化氢形成的比例，对胃也更友好。鸡蛋虽小，关乎的不只是营养本身，还是家庭饮食习惯的缩影。一个小细节，背后是健康理念的体现。你愿不愿意为自己和家人多走一步？从冷水煮蛋变成热水煮蛋，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你对健康的态度。我们总说饮食是最好的医生，但很多人却在最基础的环节上掉链子，不是不愿意健康，而是太容易忽略这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细节。鸡蛋不贵，但吃对了，能让养分最大程度的被身体接纳，更能让你的一天从一颗完美的水煮蛋开始。想吃到真正营养保留的鸡蛋，其实不需要多贵的锅，不需要复杂的配方，只需要你从今天开始，别在冷水下锅，用热水，控时间，冷却处理。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多此一举，而是科学对身体的尊重。营养学家说，水煮蛋能被人体吸收98%的营养，比煎蛋、炸蛋高多了。有人觉得水煮蛋腥，其实是蛋不够新鲜。挑到新鲜蛋，再加点白醋去腥，煮出来的蛋又嫩又香，配粥、配牛奶都绝。现在煮鸡蛋再也不怕剥壳了，早上5分钟就能搞定，剥出完整的鸡蛋，孩子抢着吃，自己也吃得满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！鸡蛋的营养成分比较全面而均衡，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几乎都有，无论是蛋清还是蛋黄，它们的蛋白质生理价值都极高，且易于消化吸收。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意识，
有些食物是不能和鸡蛋同吃的。那么接下来就具体的给大家讲讲什么样的食物不能跟鸡蛋同吃呢？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吃糖，很多地方有吃糖水和包蛋的习惯，其实那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形成果糖基赖氨酸的结合物，而这种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，所以会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。吃蛋小贴士：隔夜蛋、茶叶蛋都对身体不好，没有完全煮熟的鸡蛋隔夜之后，其中的营养的会滋生细菌，如果吃到这样的变质鸡蛋会有害健康。由于蛋白质在煮的时候已被破坏，又是隔夜，所以营养价值会降低很多。同理，再煮的茶叶蛋也是要注意少吃，因为茶叶中的物质和蛋白质混合会产生有害物质。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吃柿子，吃完鸡蛋后吃柿子轻则会得食物中毒，总则会导致急性肠胃炎还有肺结石。一般而言，这两种食物同时吃会导致以上吐、下泻、腹痛为主的急性胃肠炎症状，所以如果服用时间在1到2小时内，可使用催吐的方法，立即取食盐20克加开水200毫克融化，冷却后一次喝下。如果不吐，可多喝几次，迅速促进呕吐，或者可用鲜生姜捣碎取汁，用温水冲服。如果服用时间较长，尽快服用些泻药，将有毒物质排除体内。吃蛋小贴士：生蛋无食。如果你以为生吃鸡蛋营养更好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未熟的鸡蛋中含有大量的大肠杆菌，不经烹煮就食用容易引起腹泻，因此鸡蛋要经过高温烹煮，杀死其中的细菌后再吃。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喝豆浆。每天早晨，做妈妈的都会为孩子精心准备早餐，希望孩子可以在清晨得到充足的营养，所以很多妈妈都会在豆浆中打入鸡蛋花，或者在孩子吃完鸡蛋后让孩子用豆浆解渴。其实，单独饮用有很强滋补作用的豆浆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胰蛋白酶，它与蛋清中的卵松蛋白相结合，会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，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。吃蛋小贴士：吃鸡蛋要适量，尽管鸡蛋的经验价值高，但是鸡蛋不是吃越多就越好，多吃鸡蛋容易造成营养过剩，导致肥胖，增加肝脏与肾脏的负担，而蛋白质过剩会使尿素制造系统负荷过重，食入过多蛋白质，还会在肠道产生大量的氨、羟、酚等化学物质，对人体的毒害很大，可能会出现腹部胀闷、头晕目眩、四肢乏力、昏迷等症状，也就是常说的蛋白质中毒综合征。煮鸡蛋的小技巧和正确吃鸡蛋的方法分享好了哦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